1932年，梁思成来到天津蓟县，第一次进行中国古建筑田野调查时，从独乐寺观音阁的阁楼上向南望去，发现正南不到1里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座造型独特的白塔——观音寺塔。他当即判断，这座白塔最初建设时一定是独乐寺的一部分，是因寺而建塔。独乐寺观音阁是辽代重建的，八角形的白塔也是辽代建筑。因为唐代之前的佛塔都是方形的，基本上没有八角形的制式，但是眼前这座白塔太怪异了。它的下半部分是典型的辽代密檐式砖塔形式，但上半部分却是覆钵式喇嘛塔的样子。众所周知，这种圆滚滚的覆钵式喇嘛塔是元代之后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才流传开来的，所以梁思成判断蓟县白塔这种不伦不类的造型一定是明代重修时改的。在那之前，塔的上半部分就已经倒塌了，只剩下下面这一半。至于是重修时偷工减料了，还是确实经费不足而草草完工，就不得而知了。包括北京房山云居寺的北塔也是这种不伦不类的样子，可能都是重修时经费不足的原因导致的。梁思成对云居寺北塔的判断是正确的。2012年云居寺维修时，工作人员发现北塔上下两部分的砖根本就不是同一时期的，而且上半部分的工艺也比下面简单得多。2层以上塔内的原始状态绝非如此收顶，顶层定是后世某次灾害中受损或倒塌，其覆钵相轮部分是后来拼凑的，极有可能如梁思成先生所言，由于经费不足或其他原因，故潦草做大岔顶以了事，遂形成此事。但梁先生对冀州观音寺白塔的判断却打了眼。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冀州白塔受到了一定的损伤，之后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在现覆钵体内还有覆钵。现覆钵为后代包砌的产物，内覆钵为辽代始建时的原物，其上还有残留的辽代相轮根部，这就直接证明了冀州白塔在建设之初就是这种独特的造型。下面是单层檐带仿木斗拱的基座，中间是3层檐不带斗拱的阁楼式塔身，上面是圆滚滚的覆钵式喇嘛塔造型。后来文物部门在北方地区又发现了几座相同制式的辽代砖塔，猜想可能是契丹人在青海甘肃一带征战时掳回来的藏人工匠的手笔。所以梁先生这次考古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打眼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学的深入，历史的面纱逐渐被揭开。梁思成先生的初步判断虽有偏差，但他的贡献与热情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推进无疑是巨大的。每一次发掘和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进步的机会，让我们对古代建筑的理解更加深刻。冀州白塔的真实面貌已经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不仅是独乐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宝贵遗产。让我们以此为鉴，继续探索和守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关注1毫米足迹，跟我们去旅行吧。